这里的环境就是跟在家里很不同。像家里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就是拿起手机，不知道看了几个小时了。但是来到了佛堂，就感觉一下子就是可以跟很多人交处，可以做很多事情，这跟家里很不一样。我其实现在也大3了，功课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说每周日能来佛堂，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放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很多，就是我在这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舒适圈，很多师傅我很有感情，很多人我也很有感情，然后能来这边一起共事，一起为佛堂献出一份力量，会让我感觉很欢喜，然后也会让我感觉很放松。我发现在佛亲大家的关系都是很亲密，都很好的。我们都是一起刻苦用功，佛亲以外也都会有一起玩之类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这边的友谊它比较的纯洁，情感更深一些。看我自己学校的同学很多都是有很多矛盾，吵架都很多。外面在学校或者在工作中，就算混得再好，就算关系再好，其实背后所有人都知道，都是有一种竞争压力在的。也会在意你的成绩啊，很在意你的这个背景啊，在意你就是有没有钱啊。这边的就是非常单纯的，就是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当朋友，那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也很享受这种单纯的友情，可以和各种各样，就是可以和聊得来天的人，可以和混得很熟的人一起共事，一起付出努力，一起看到自己的成果。但其实这里虽然也是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呢，最终呢，我们都是为了佛堂的好，所以呢，大家都是很尊重别人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隔阂。那在理念方面也是都很相同嘛，因为大家至少都是来寺庙的。在佛堂里有一种这种力量，就感觉呢，一到佛堂就都是很欢喜的想来做。就是在家的话，一般就自己干了嘛，然后在佛堂。我有很多朋友啊，聊得来的人，一起辛苦的为佛堂布置一项法会啊，或者说善后一项法会啊，最后过程会觉得很欢喜。我觉得是我们今年8月份短期出家，因为我们是我第一次来到了佛堂7天7夜，没有回家过，跟就是在家里生活的很不一样。每天早起就3点半就起来了，然后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跟家里比如说要上学了，或者就是一直就睡2觉，就是不一样，感觉心情也会不一样。3点起床虽然是很累，但是呢，就过了1个小时呢，也就适应了，是更欢喜、更高兴的。2年前，我被安排了一个工作，去擦桌子。当时我不知道擦桌子的时候直接放肥皂就可以，我放了漂白水，所以去擦桌子的时候，桌子上的颜色都被擦得混在一起了。学长们进来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当时又好像用了肥皂又重新试一下，发现褪色了那个桌巾，他们用了很多年，我一次用漂白水就褪色了。学到要干什么，先把所有事问清楚，然后一定不能再用漂白水擦桌子。我觉得最难忘的是今年暑假期间的短期出家，这是我第一次7天圆满的参加了一场法会。本来以为短期出家是来跟着某位师傅学习一些就是僧人们一天会做什么，就好比说待人接物啊，或者说大寮的工作、香灯的工作之类的。但是发现每天就上殿。虽然说睡也没睡好，吃饭早上凌晨5点也没什么食欲，但是在这7天中，我感觉真的对于人生规划的方向有很多的启发。因为我在来这之前，我是肯定不会，就是我会觉得出家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是那7天也不清楚为什么，就是真正了解这个生活之后，发现很清静。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校外嘛，有工作还要上学，乱七八糟一堆事情的话，会感到有压力，但是在佛堂就完全没有。我觉得是那7天是一项，就是我应该就是一项很难忘的体验。当时疫情那2年的时候，我没有去学校，我是上的网课。当时就是在寺庙里住着，我每天就是一睁眼就是寺庙，早上上完课，然后在这边做义工吃饭，
然后吃完饭又是上课，然后又是做义工，这样1天2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难忘的吧。今年的园游会，因为当时是有很多人来买我们的东西嘛，这感谢师傅，我们的位置也很好，然后当时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也非常热，但是也很好玩了。《金刚经》有一句我是最喜欢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没有读过整篇《金刚经》，但是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就是它告诉我们一种就是要平等看待任何事物、任何众生以及自己。这种看法对于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而言是可以起到很大帮助的。在《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话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智慧，提醒了我就是不要对事情有很大的执着。就是我有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我会提醒着我自己，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该放还是得放，因为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嘛，可能东西全都做不好，与其是这样子，我还不如把一件事情放一放，把其他的事情拉一拉。因为我来佛经很久了，需要我来站出来引导，然后做事情的机会越来越多。我感觉佛经既然给了我这个责任，我觉得我在外面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变。我以前会很内向，像这种采访会很紧张，但是我现在觉得很多事情已经习惯了。好比我在佛经班，我也要讲课，我也要跟外面的人有些对接，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的话，就是把我从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带的稍微有点外向，然后让我的责任感、责任心更加重了一点。最大的启发就是告诉我不要浪费时间，因为生死无常嘛，第2天早上可能都醒不来了，所以说不要浪费时间。学梵拜时呢，师父有教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谦虚。因为呢，虽然你比如说有一次做得很好，会有很多人鼓励呢，但是千万不能骄傲，因为其实骄傲呢，下次就是很有可能就会出错。如果谦虚，你有别人的鼓励呢，下次可以做得越好。我们之前是修景师傅教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和一些如何在将来能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我应该是10年前来小佛童，上的是修范师傅的课，他每周都会给我们准备很多中国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典故，然后我们也会探讨很多哲学的问题，好比我们上过王阳明的心学，我们上过朱子治家格言，我们上过很多关于修身齐家的这些，就是我觉得修范师傅的课真的改变了我对于就是学习的一种看法。我在来之前我很小嘛，任何课任何就是课外班啊，或者学校教的东西，或者在家需要自学的东西，都是觉得像一种工作或者像一种家务活。就是来到这边上过这些课之后，我才发现其实研究自己就是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是一件很令人欢喜的。虽然说我当时很小，我现在也是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当年修范师傅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那种力量，那种力量感，就是让我现在充满对学习有一种热情。然后我觉得也是从那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把心思放在课外的，就是好比就是在佛堂外的学习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师父的教导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也才17岁，但在我的这种人生的转折点上，我都会来问师父。那师父他会给我一些我从没有想到的一些道路。那就比如说我之前在思考我到底想去哪里上大学，那后面是我跟师父聊了很久，那最后才决定的留在这边上大学。其实这种安排会比我在别的地方上大学会好，因为这边至少我还是跟寺庙在一起的话，至少每周还是心静下来会在这边待个1-2天，那会比在外面不知道我周末都会干什么的那种情况还会好很多。而且这边朋友很纯洁嘛，在这边我有人可以聊天，有人可以就是分享我的喜怒哀乐嘛。从这里学到了呢，都是我们来这都是去帮别人，都是去给别人服务。那我在自己家呢，或者世间呢，都是看到别人都是更喜欢愿意去帮别人。
就更有责任感一些活动之类的，就想要把它搞到最好，所有东西都按师傅的来办。有时候被突然叫上去，然后就也是会很积极去帮忙。我觉得在就是参加了佛琴班之后，我做事能力提高了，那和就是同学啊、和师傅和长辈的沟通能力也好了许多。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担任稍微有一些管理层面的责任嘛，从那段时间开始，就是我给自己一些责任，也是对佛琴的负责嘛，也是开始学会了怎么管理人啊、事情这种。我觉得佛琴就是我的家庭，就跟我的兄弟一样，像一个兄弟之类的，很照顾互相的一个 family。我自己对佛青的理解就是修习佛法的青年嘛，因为传承佛法、传承佛教这个寺院要继续走下去，肯定是要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来努力。我们就是这一代来努力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它代表着一个家庭，它代表着一些就是我可以用生命守护的朋友，它更代表着我整个青春。